Hello，我是小林。今天呢，给大伙讲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出自1100多年前唐朝的一本书，名字叫《酉阳杂俎》。这本书里有很多奇怪又神奇的故事，而我今天要讲的就叫做修月亮的人。这里是嵩山，天色慢慢变暗了。在一条小路上，有两个人正对着天空发愁呢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叫郑义，一个叫王秀才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嵩山玩，本来玩得特别开心。为了能看到更多好看的风景，他们专门往人少的小路走。可是现在天快黑了，他们发现迷路了。往这儿走不对，往那儿走也不对。要是一直找不到下山的路晚上他们就得在山上睡觉了。他们没带够吃的，也没带暖和的衣服，更可怕的是，还不知道山上会不会有野兽呢。这越想越害怕，他们就特别着急，一着急就互相指责起来了。郑义说：“我早说该往那边走，你看现在迷路了吧？”“哼，你要是知道路，我们也不会转来转去的呀。”就在他们吵架的时候，郑义听到了一个声音：“嘘，别说话，你听，是不是有人在打呼噜呀？”王秀才仔细听了听，嘿，没错，真的有人在打呼噜呢。那里肯定有人，咱们快去看看。于是两个人轻轻地朝有声音的地方走过去，小心地拨开草丛，往里面一看，嘿，真的有个人在睡觉呢。那个人穿着一件白白的亮闪闪的衣服，头枕着一个布包，正躺在草地上呼呼大睡呢。呼噜声就是从这个人这儿传出来的。两个人看他睡得那么香，本来不想打扰他，可是为了早点下山，就对那个人说：“这位兄弟，你知道下山的路怎么走吗？我们迷路啦！”这个人听到喊声，睁开眼睛，抬头看了他们一眼，又把眼睛闭上了。他们只好又喊了几遍。这个人终于醒了，他从草地上坐起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过来吧。”郑义和王秀才走过去，问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，知不知道下山的路怎么走。这个人听完笑着说：“就算我告诉你们我从哪儿来，你们可能也不会相信。”郑义看这个人很特别，就问：“先生，您是在嵩山上修行的隐士吗？”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知道隐士是什么意思。在中国，特别是古代，很多人信道教。这些人里面有些人会到深山里安静的修行，这些人叫做隐士。所以在山里遇到隐士是很正常的。现在也有隐士。这个人摇摇头说：“不是，我是从月亮上来的，今天只是在这儿睡一会儿，没想到被你们吵醒了。”“从月亮上来的？那您是神仙吗？”王秀才惊讶地问。说到神仙，在中国文化里神仙是拥有特殊能力的，他们能飞，能变化，一般都住在天上
或其他神秘的地方。刚才说的隐士到山里修行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修成神仙。神仙的世界没有痛苦、烦恼和疾病。可是想要修成神仙呐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。我们继续讲故事。王秀才问这个人是不是神仙，他回答：不是，我还不是神仙呢，我现在是个修月亮的工匠。你们知道吗？月亮是由7种宝贝组成的，它看着圆圆的，可表面呢并不光滑，有很多凸起来和凹下去的地方。所以啊，月亮神找了82000人去修月亮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这太神奇了，那您用什么修月亮啊？这个人打开自己的布包，说道：你们看，就是这些。布包里面有一些斧头、凿子这样的工具，还有2个亮亮的东西。这个人把2个亮亮的东西给郑义和王秀才，说：这是玉蟹饭，吃了能让你们一辈子不生病。既然咱们有缘，就送给你们吧。2个人接过玉蟹饭，呵，这饭也太好看了吧！啊，闻起来还香香的呢。这时候，这个人站起来，背上布包，指着左边的这条小路说：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，就能找到下山的路了。月亮就要出来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你们自己小心。说完，他一下子就不见了，只剩下郑义和王秀才站在那里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好厉害呀！王秀才感叹道。是啊，今天我们算是坏事变成了好事，这叫什么来着？你想说的是因祸得福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哎，咱们把这玉蟹饭吃了吧。2人吃完玉蟹饭，马上觉得全身都是力气，走路也比以前轻快了好多。他们顺着小路一直往下走，在月光下，终于走到了山脚。有时候啊，迷路也能遇到好事，对吧？好了，咱们下个故事见，拜拜。